大家好，我是邵峰。87岁的书画大师范曾又上热搜了，这一次却不是因为艺术，而是财产、婚姻和权力交织的大戏。有人爆料，范曾小50岁的妻子徐萌疑似搬空豪宅，打包走人，带走字画古董，价值超过20亿。更离谱的是，范曾的女儿公开发声，父亲失联，被徐萌控制，这到底是真相还是罗生门？有知情人爆料称，范曾小50岁娇妻徐萌出轨，并且还表示，去年徐萌之所以能嫁给范曾，这背后也是范家人士在暗中操作。当时范曾第3任妻子重病卧床，徐萌出现后对范老爷子嘘寒问暖，没过多久就赢得了范曾的信任，并且在2024年结婚。但嫁给范曾后，徐萌却倒卖范曾的私藏字画，涉及金额高达20亿。不仅如此，徐萌表面上对范曾体贴照顾，但实际上还与多位男子保持不正当关系，其中就有为范曾徐萌牵线搭桥的继子范仲达。此次徐萌和情夫做局，将范曾作为围猎目标，相关消息16号霸榜热搜，引来广泛关注。一位自称是范曾的女儿范晓慧8月16号17点41分在微博发声明，证实父亲范曾被徐萌带离住所后失联。范晓慧在声明中说，她因陪伴孩子参加暑期夏校，从7月5号参加父亲生日派对后一直在国外，期间仍能与父亲微信留言联系。她被告知徐萌身体不好，父亲在医院陪护，暂时不回碧水庄园。当时他就起疑，此后几次微信徐萌都说仍在治疗，电询父亲密友均不知道父亲在哪里。他立即回国，发现父亲居住的碧水庄园房屋大门紧闭，已经贴上封条，人去楼空，家里只留下服务父亲10几年的厨师、助手、保姆、门房，而徐萌带走的都是他刚刚雇佣的家庭服务员。他询问下得知，一些知情较多的老员工被徐萌以重金悉数辞退，同时在徐萌带父亲离家之前，已经数次运走父亲早年库存大量书画作品，古玩收藏。徐萌强令员工关掉房间监控，恐吓员工们不许外传消息，如若不然，他会去报送公安局抓人。范曾50年珍藏书画古董，打包装箱，分批分拨运走，但运往何处无人知晓。据员工们说，范曾是7月13号被徐萌带走，并带走了全部生活日用品，已经1个月有余，看似不会再回来生活。范晓慧非常担心，多日电联父亲，手机都是未开机状态，给徐萌发微信，对方仍未告知父亲去向。就在范晓慧轰轰烈烈寻找父亲未果的仅仅数小时后，在8月16号22点40分，小红书名为范一夫的账号发布图文，称老爷子来看画展，没有标明看展时间和地点，而其 IP 地址显示为法国。记者查询发现，该账号并未实名认证，此举辟谣意味明显。范曾多张看展照片流出，发布者 IP 地址显示为法国、范一夫、徐萌、范晓慧。据公开资料，范曾1938年7月5日出生，江苏南通人，字时义，别属鲍冲斋族，中国当代书画家，现为南开大学终身教授、终身校董，文史2院博士生导师，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、博士生导师，中国国家博物馆书画院名誉院长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多元文化特别顾问，中国网中华文化国际传播顾问和交流大使。范曾自称江苏南通范氏后代，即北宋名臣范仲淹后人。据家谱记载，他们是范仲淹的次子范纯仁的支脉。在明朝洪武年间，范仲淹的第10世孙范应龙从当时的江西抚州迁到南通来，范应龙成为南通范氏的祖宗了。范曾是目前能追溯到的最早的
有诗文传世南通范氏第8世孙，也是范仲淹的第17世孙。范增人还在，但争夺财产的大战已经打响了。这与范增结了4次婚，娶了4个老婆大有关系。据 Tom 美术同盟王旭撰文，范增的第1任妻子叫林秀，字平中，如意，号紫竹居士，宜阳书屋主人。1945年生，浙江绍兴人。1967年7月，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，中国新闻学院教授。自1993年起，在中央电视台中国风诗画书谈栏目中担任嘉宾主讲。他出嫁范增，不久离婚。坊间传言，林秀突然发现了不可容忍的事情，而导致2人婚姻破裂。林秀对这段婚姻一直讳莫如深，而范增每忆及此，老泪纵横。他说，在23岁之前，我不曾和任何一位女性幽会，当然更无论其他。遇到第一个对象，绝对会爱得死去活来，因为这种情态包含了虚幻的理想、夸张的热情和第一次试用爱情老调的新鲜感。我为第一次爱情耗时5年之久，一无所获，最可贵的燃料烧尽之后，剩下了痛苦的灰烬。边宝华是范增的第2任妻子，是范增在中央美院的大学同学。范增最潦倒期间，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。边宝华应该当时刚离婚不久，家在北京的边宝华可以说是收留了范增。之后一段时间，范增一度对边宝华感情不错，80年代曾为边宝华创作了大量作品，2人育有1女，名叫范晓慧。范增具体何故与边宝华情变不得而知，应该是范增离开中国历史博物馆回南开后，遇到号称日本后裔的南俪有关。范增的第3任妻子南俪，原名张桂云，曾是范增的好友须尊德的妻子。范增和须尊德1971年同时下放湖北咸宁5期干校时认识的。须尊德是文化部宣传队的演员，范增在历史博物馆工作，2人关系不错。范增称须尊德为哥。范的生活很艰苦，住在故宫旁的一个仓库里，里面堆满废旧家具，只挪出1个床的位置栖身。须尊德的工资比他高，经常给他一些衣服，叫他到家里吃饭，改善伙食。就这样，范增和张桂云相识。此时，张桂云已经是须尊德3个孩子的母亲了。范增为了篡改事实，在后来的著作中说，他和南俪是在一次朋友的聚会中认识的，并用了春梅蘸雪、秋蕙披霜来形容张桂云的纯洁与素雅。当时只要须在家，范就去须家吃饭；只要须出差去外地演出或到外地拍电视剧，范增就背着妻子边宝华，趁机偷偷溜进须的家里和张桂云私会。须尊德一直被蒙在鼓里，反倒对范增百般关心。1977年，范增39岁得了癌症，住进了医院。须尊德和张桂云每星期至少去探望3次。须会做各种小吃，他们每次去都给范增带好多吃的，一直照顾到范增康复出院。事后，范增只提他在病重住院期间，是南俪一直陪在他的身边。纸包不住火，须尊德知道妻子婚外情后，如五雷轰顶，他被好友范增恩将仇报，伤了心了。1988年，50岁的须尊德和49岁张桂云离婚，3个孩子，25岁的儿子须波，24岁的女儿须涛和20岁的儿子张辉归须尊德抚养，但当时范增和边宝华还是法定夫妻关系。1989年6·4事件后，范增和张桂云去了法国，并于1993年11月在法国结婚。张桂云小学没毕业，原来只是和平里街道车衣厂的工人，被范增包装成日本遗留孤儿。
后来虚尊德的2个儿子都改姓范，一个叫范一夫，一个叫范仲达。范增的第4任妻子就是2024年娶的小他50岁的徐萌。范增1955年考入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，1957年他转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，半年后又转中国画系，师从吴作人、李可染、蒋兆和、李苦禅等一代宗师。这些大师不仅传授技法，更灌输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，让范增的艺术风格融汇诗、书、画、印于一体，呈现出浓郁的中华美学韵味。但在中共以斗争手段来维护共产党统治和生存之道下，范增也养成了政治投机和见风使舵的人格特质。1962年，范增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，随沈从文编绘中国历代服饰资料，并且临摹多件绘画作品。1962年，作为沈从文的助手，为编著中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绘制插图，多得沈从文提携。但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，范增贴了多张大字报，批判沈从文，说沈从文头上长脓包，烂透了，写黄色小说，开黄色舞会。这与中国传统诗人和艺术家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风骨相差10万8千里。1989年6月4日，发生了震惊中外的6·4天安门事件，中共用机枪坦克镇压手无寸铁要求民主的学生。1990年7月，范增到新加坡举办范增画展，后赴香港，携南历赴法国。当年11月，范增在巴黎发表辞国声明，表达了对中国政局的遗憾及对流亡海外的朋友的理解，也提到我的出走也包含着爱情上的原因，我愿与我深爱20多年的南丽小姐共赴天涯。当时范增仍未与边宝华离婚，但范增的画在巴黎卖不出去，生活陷入困难。于是他1992年给时任中宣部部长的丁关根写信说，他决定回中国，原因有4个： 1. 爱国主义和风险意识； 2. 对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的牵挂； 3. 支持改革开放； 4. 辞国的原因是家庭生活不睦，现在已与妻子分居3年，可以自动离婚了。1993年6月27日，范增在巴黎发表了归国声明。2023年5月27号，前中共总理李鹏的女儿李小玲在北京中国国家画院举办《爱在人间》诗书画展时，范增为其站台，赞扬李小玲的画作是充满魅力的、富有灵性的上等佳作。两人沆瀣一气，一个是借范增的艺术名气，一个是借李小玲的政治资源，说白了就是公开骗钱的另一种形式。中共原政治局常委李瑞环曾公开评价范增是一个毫无人格、毫无国格的败类。另一位香港著名画家黄永玉称其为灵魂丑恶之辈。由此可见，范增是一只政治候鸟、见风使舵之人。范增书画的市场价值惊人，根据胡润艺术榜数据，2019年他的拍卖总成交额达 1.583 亿元人民币。他的作品往往融合历史人物与哲学意境，如描绘屈原、李白、苏轼等文人，笔触苍劲有力，墨色层次丰富，体现气韵生动的传统美学。自媒体人有料认为，释永信被带走之后，紧接着范增也出事儿，这肯定不是巧合，而是一种非常中国化的安排。他的女儿发帖找爹，那都是后面有一只手在安排的。因为如果真的是他爹不见，那他第一件事应该是报警。如果报警的话，警察会抓捕范增的老婆徐萌，借此公布这些年来
范增骗取的几十亿的钱、收藏的字画，然后充公，或者指定哪家官方机构介入接管。范增和释永信最终的结局都是一样的。大家觉得会是这样吗？请留言告诉我们。这里是大师局要闻透视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